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入秋后要多吃红薯，红薯的营养非常丰富，被称为长寿食物。今天就分享个红薯非常营养的做法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我家媳妇儿3天2头就点名要吃，非常适合秋冬季节食用，常吃面色红润，气色好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洗净后的红薯，因为我这个红薯比较小，就多准备了2个，用刀把2头切下来不要了，用削皮刀把红薯皮削掉，因为这个红薯皮口感很不好。我们在购买红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黄心的，这样的红薯会更加的香甜绵软。去皮后再把红薯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准备几个红枣，大约是20克左右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食盐和小苏打。因为红枣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清洗得更加干净。大概需要抓拌2分钟左右，看着抓拌的水已经逐渐变得浑浊，再倒上的清水，再把红枣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和食盐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。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长条，把枣核去掉。剪好后再把红枣剪成小块，也不用剪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大小均匀就好。全部剪好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20克花生米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倒上的清水，把花生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，用手轻轻地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花生放入锅中。刚开始的时候开中火翻炒，把花生的水分炒干。花生水分炒干以后，转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花生微微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说明就已经炒熟了。再把花生倒入盘中，给它放一旁，放凉备用。接着准备2块洗净后的生姜，给它切成薄片。切好后放入绞肉机中，加入2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姜汁，尽量多搅打一会儿，搅打得越细腻越好。搅打好以后，再准备一个漏勺，把生姜汁倒漏勺中，用漏勺过滤一下。过滤好的姜汁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花生已经放凉了，再把花生皮去掉，用手像我这样一搓就掉了，非常的简单快速。去皮后再把花生倒漏勺中，把花生皮过滤出去。过滤好的花生倒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花生碎，也不用搅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。搅好后放入盘中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薯蒸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大碗中，取出压泥器或者是擀面杖，给它压成红薯泥，尽量多压一会儿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最后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就可以。再加入250克水磨糯米粉，这个糯米粉呢一定要趁热放进来，利用红薯的热度把糯米粉烫一下，这样糯性会更好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
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。再把红枣块放进来，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就加一些清水；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些糯米粉。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糯米面团，大约是3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搓圆，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剩下的糯米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小圆球，依次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糯米面团放入锅中，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用铲子搅拌搅拌，防止糯米面团粘连在一起。全程开大火煮，煮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的搅拌，防止糊锅底了。煮着丸子全部漂浮起来，再往里边倒小半碗清水进行点水，这样煮出来的糯米丸子呢，会更加的筋道，而且还会防止出现夹生的情况。继续用铲子搅拌均匀，开大火再次烧开，烧开后再倒小半碗清水进行点水，继续用铲子搅拌，再次烧开，烧开后就可以出锅了，说明现在的糯米丸子已经完全煮熟了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，这样糯米丸子会更加的筋道，而且还不会粘连在一起。放凉后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入5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20克左右的冰糖，再把过滤好的生姜汁倒进来，开大火烧开，煮的过程中用铲子不停的搅拌，搅拌至红糖和冰糖融化。红糖冰糖融化后，继续用铲子搅拌，煮至红糖汁变浓稠，再把糯米丸子放入锅中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让糯米丸子均匀的裹上一层糖汁，再给它煮2-3分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于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糯米丸子均匀的裹上一层糖汁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出锅前再撒上一些枸杞，这样会更加的营养，然后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把红糖汁均匀的淋到糯米丸子上，最后再撒点花生碎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糖红薯糯米丸子就做好了。相对于这款美味来说，尤其会得到女性朋友或者是媳妇儿的极力称赞哦。它的口感呢软糯香甜，加了生姜，一点辛辣味也没有。今天这道红糖糯米丸子的早餐美食，就是专门献给女性朋友的一道贴心美食。过几天就要降温了，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，女性朋友可以隔三差五的让自己做上一次，才能保持身体健康，还是能呵护月经期间的身体，不受寒冷侵袭。它是大姨妈的好朋友，暖胃补气血，每周喝上一碗，那几天特别舒服，特别是天冷的时候喝上一碗，从头暖到脚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